再去发力，而且他每个动作不大，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注意看，面对已经倒地不起的日本狂人，中国小伙却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猛踹对方的脑袋，还表现出一副特别兴高采烈的样子。面对中国拳迷，原来是日本空手道冠军原田显悟口出狂言在先，来华捞金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当即反咬中国人都是一群病恹恹的瘦猴子，这才导致众多中国选手对原田显悟厌恶至极，谁都不希望中国存在一位吃奶骂娘的日本捞金怪。听闻此等消息，中国武术大师王延龙霸气登台。要知道，王延龙从小就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武术，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打磨，早已让王延龙的实力突飞猛进。尤其是王延龙内心最讨厌那些来华捞金的外国选手。原田显悟此番行为无异于来中国自寻死路。今晚王延龙不把原田显悟揍得满地开花，就难以平息众多中国拳迷粉丝的愤怒。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两位选手的表现如何。第一回合开始，白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王延龙，黑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原田显悟。虽然原田显悟在日本是人人敬仰的存在，但是王延龙可是在中国有名的武术大师，自然在比赛中王延龙施展中国功夫游刃有余，根本就不会让原田显悟有丝毫的喘息调整机会。然而自信满满的原田显悟也是第一次被中国人追着暴揍。刚才原田显悟做了一个典型的散打的一个技法啊，摆拳之后顺势做了一个抱腿摔的一个动作。场上看王延龙的这个肌肉类型很好啊，从发力上扫踢，包括后手出拳，这个爆发力很强。而且我们发现王延龙可以左右架互换，这个大的抡把啊，直接抡在了原田显悟防守这个手臂上，但力量很大。而且呢，王延龙其实也是一位功夫明星，也是动作演员，所以他在这个动作层面上啊，不仅仅有自己的技术，而且注重了其美就观赏性。是的啊，我们看他的动作，转身动作这种非常夸张的动作用的比较多，非常漂亮的动作。让我们知道原田显不得不承认，王延龙的战术打法实在太凶猛了，不论是拳腿招式还是比赛节奏，都把控得刚刚好。每当看到原田显悟接近自己，王延龙都会立刻做出相应反击。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武术并不是老外口中那样没有实战能力。赛前原田显悟的各种嚣张发言被王延龙铭记于心，在接下来的比赛就必须想尽办法将其狠狠暴揍，捍卫尊严。发力都会保持核心的这个控制能力啊，不受破坏的情况下，再去发力，而且他每个动作并不大。刚才这个动作是在原田显悟倒地之后啊，王延龙习惯性的往前跟了一组动作啊，这个时候在场上是不被允许的。对，我们的比赛规则是对方3点着地之后是要你要不可以进攻的，这个是有犯规的嫌疑，所以我们场上裁判对王延龙进行口头的警告，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讲到日本选手打法比较粘性很足，而且那个从第1局到第3局的节奏啊，从来不会改变。如果细心一点的观众可以通过观察这个王延龙的腿部哈，我们分别发现他的左腿外侧和右腿内侧有很明显的这个被扫踢过留下来的痕迹。虽然原田显悟到第1局开始到现在出的这个动作并不多啊，但这个效果还是结结实实打在王延龙这个腿上的。Stop! Fight! 王延龙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体能以及节奏的分配啊。比赛来到第2回合，首回合的初步试探已经让王延龙摸清楚了对方的战术打法。原田显悟这家伙特别喜欢在内围拼拳换脚，然而王延龙大开大合的作战风格使得原田显悟无法轻易接近，所以原田显悟还时不时的利用搂抱战术进行拖延比赛时间。这么做就是为了变相的消耗王延龙体力，寻找合适进攻机会。好，这是后手啊，轻轻命中，但是好像效果并不是特别大。原田显悟的这个前手啊，今天用的很好，就是放在这个王延龙这个眼角的部位，试图做一个干扰啊。第一个作用是保持距离，第二个是干扰王延龙，第3个为自己的后续的动作打击啊做铺垫。
你这个习惯非常好。嚯、是一个类似于一个舍身踢没有做完整在表现形式上有点像这种前滚翻。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啊，这场比赛从这个动作的花样性以及这个和精彩性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打一个高分的。是的。那原田显悟也非常沉着冷静啊，不管你的动作有多花哨，有多对。现在王彦龙的好多动作，夸张的动作，现在在原田显悟这个集中力非常集中的情况下，就效果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命中率明显的降低了。这场比赛明明是原田显悟施展出了违规打法，但是他却表现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进行抗议。当然，裁判的眼光是雪亮的，在看清楚比赛局势之后，也表示这是两位选手的无意行为。正因如此，王彦龙才会变得越来越愤怒，绝对不能让原田显悟安然无恙走下擂台，否则只会有更多外国捞金怪扰乱中国发展。没有那么多高频率的动作了，反倒原田显悟的整个的进攻的节奏还是跟第一局一样。因为在做那些大动作的时候，其实是很消耗体能的。是的。张德生磕到牙齿了吗？哦，对。是双方冲进去之后啊，王彦龙在做低头防守的时候，用头顶撞到了原田显悟这个铁锤。好，5。从双方的肢体对抗上来说，明显原田显悟这个身体的力量啊，不如王彦龙。但是原田显悟他有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特点，就是在此动作发力上，很会控制自己的节奏，让自己始终保持一个在不断打击的一种能量啊。那王彦龙因为双方再一次近身冲撞的时候，王彦龙的这个比赛继续进行。来，王彦龙经过刚才处理伤势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啊，上来之后这个进攻越发凶猛。第二局比赛结束。That's my fam, I'll hold them down forever. Us against the world, we can battle whoever. Together ain't no way we gon' fail. You know I got your back, just like a turtle shell. Nobody do it better. All my brothers tryna get some cheddar. We all wanna cut like the shredder. Me and my bros come together for the dough. Bought the orange Lamborghini, call it Michelangelo. With the nunchuck dough, and I'm pulling up slow. When we fall up in the party, they know anything goes. 比赛来到第3回合，王彦龙在此的攻势要比前2回合更加英勇无畏。毕竟原田显悟这家伙就是一个蹬鼻子上脸的日本狂人，只有用实力征服对方，才能阻击原田显悟捞金的脚步。想到这里，王彦龙就不由自觉地向原田显悟内围发起猛攻。既然对手那么喜欢利用拳腿招式抗争到底，索性王彦龙就决定火力全开，打出中国男人的本色。王彦龙现在发力每一次动作啊，幅度都很大，而且这个动作的运行的轨迹啊，路线也很长，所以会出现一个动作发力完整之后，双方就因为身体的惯性会冲撞在一起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对于王彦龙和原田显悟来说，一定要注意双方身体冲撞时这个头部对自己的柔弱部位的撞击啊。哇！刚才王彦龙在后手进逼的时候，又一次用自己的头啊撞破了原田显悟的这个下巴。我觉得每一次两个人的这种近身的搏战啊，都是两块石头碰在一起的感觉。是的，卯足了全身的力量啊！哇，再一次转身后摆，今天王彦龙的一些动作真的是很漂亮。fight！ 这个有点像传统武术当中的这个低扫啊。刚才那一拳只是破坏了一下重心，并没有让对方有这个就是给对手重击的这种打击。
摆，楼 K， fight。这天小到现在打的动作不对，有一点略大，被王彦龙这种节奏带的有点达不到自己动作发力的这种状态了。双方都是每一次动作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前倾的厉害。哇，王彦龙再次的，这是一个地躺的一个扫法。今天看，但是这种技术在我们自由搏击比赛当中是不被计入这个评判的标准的，可以作为一种扫击的破坏对手技法。Push。双方纠缠到了一起。最后公布比赛结果，王彦龙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王彦龙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